每日情报系统刷新1%。今日起解锁定向情报权限，请选择情报方向 ：A. 物资 ，B. 环境 ，C. 危机 ，D. 遗迹解读。4个金色的全息选项悬浮在风雪中，散发着致命的诱惑。饥寒交迫的本能疯狂叫嚣着选 A， 但我看着洞外那片仿佛能吞噬一切的白茫茫，手指僵在半空。理智点，林安，距离今天物资上传结算还有最后5分钟。我蜷缩在地洞里，哪怕裹紧了单薄的羽绒服，透骨的寒意依旧像无数根钢针，疯狂地往我的毛孔里钻。警告：体温34.2摄氏度，已进入中度失温状态。警告：饱食度3%，即将休克。视野里，猩红的倒计时疯狂跳动。7年前，高等文明降临，封锁了蓝星一切资源。现在，我们这些开拓者的命和国家的国运死死绑在了一起。结算时间到，请所有开拓者上传物资。别人的出生点是富饶的森林，开局就能摘果插鱼，而我却落在了 S 级人类生命禁区永东台原。我颤抖着伸出手，那是一双生满冻疮、紫黑肿胀的手。我摸出这几天拼了命挖到的东西，3块硬得像石头一样的黑色苔藓。我上传。开拓者临安大厦，上传物资，劣质的洞群值3。评级：垃圾 F， 巨献比率0倍。紧接着，一道半透明光幕在我眼前，也在蓝星几10亿人的眼前展开。每日最残酷的时刻到了，国运排行榜第1名，灯塔国1阶魔兽肉，巨献1万公斤；第2名，大夏国墓穴1阶蓝银草，巨献1万株；前10名，光芒万丈。而我麻木地向下滑动界面，直到滑出特殊提示。第8批排名9981。警告：因你排名欠低，大夏国综合排名已跌至全球第8。全境寒潮提升5%。警告：自杀将减少大夏国下一批开拓者名额。又给大夏拖后腿了，连自杀都不行。只希望那些网络喷子不要连累我的家人。坏了，我家暖气停了，说是社区资源不足。开拓者们能不能给点力儿啊？借口，都是借口。白毛国选手也在雪地，人家怎么就能猎杀大白熊？林安就是太弱，懦夫。楼上的嘴巴放干净点儿，人家九死一生搞资源，你在这敲键盘。拼命！我倒是想啊，落地第1晚就遭遇极寒风暴，双腿丧失了80%的行动力，能找到这点洞距，已经是万幸了。地洞外，风啸声越来越大，像无数厉鬼在哭嚎。我拿起最后一块硬的崩牙的洞扑索，最后的苟延残喘，机械的嚼着，生理技能的本能，苦涩腥臭的泥土味在嘴里炸开，眼皮越来越沉。这应该就是我的极限了。我不甘心，我不想成为大夏的罪人。如果给我一个正常点的环境，哪怕好一点点。系统加载完成。唯一性隐藏天赋已觉醒，恭喜宿主获得每日情报系统。我猛地睁开眼，这不是高等文明的蓝色光幕，而是一行行淡金色的文字，直接浮现在我的视网膜上。今日情报已刷新，生存情报。在雪洞外80米处411-487有前代求生者遗留，内含一套完整引火工具、3块高能矿煤、1块瘦肉干。瞳孔电震，
呼吸急促，情报系统！大脑迟钝了1秒，随后一股名为狂喜的电流瞬间击穿了身体的冻僵感。不管是不是幻觉，孤注一掷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。雪洞外80米！我抱着合金铲子，发疯似的爬出雪洞，狂风夹杂着冰渣，像刀片一样刮在脸上，但我已经感觉不到痛了。肾上腺素在狂飙，我手脚并用，硬生生趟过了这地狱般的80米，直到视网膜上的金色箭头死死指向脚下。举起合金铲，给我开！这声音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籁。真的有？没有金光闪闪的特效，只有几样朴实无华的东西：一套油脂浸透过的燃火丝、打火石，3块黑得发亮的石头，还有一块泛着银色纹路的肉干。系统提示：获得肉干引火工具，高能矿煤。哆哆嗦嗦地敲击打火石。如果现在爬回洞里，我怕我会死在半路上。下一刻，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，那黑色矿盘接触明火的瞬间，竟然不需要预热，直接腾起了一层幽蓝色的火焰。一股霸道的热浪迎面扑来，连周围的寒风都被逼退了3分。这2只太恐怖了，这要是能具现回到大夏，哪怕只有100倍，也能解决一个该死的小区的供暖。随着体温回升，知觉恢复，饥饿感像潮水一样要把我吞没。我抓起那块硬邦邦的肉干，塞进嘴里。入口即化，不是普通的蛋白质，而是一股浓郁的暖流，顺着喉咙直接炸开在胃里。提示：饱食度大幅提升，高品质食物使你的体能永久增强，饱食度上限提升至120。提示：你的身体正被能运修复。我的腿有知觉了，那些紫黑色的冻疮竟然在肉眼可见的结痂愈合。这就是蛮荒世界的银行级资源吗？连残废的腿都能治好，我活下来了。我终于活下来了！与此同时，光年之外，大夏国 H 市幸福里小区302室。林建国，谁呀？大夏特别行动队。请问是临安快拓者的家属吗？同志，是不是我家临安他没了？林老先生，别误会，临安同志生命体征依然存在。我们奉国家指令，来给英雄家属送特批补剂。压缩肉罐头、电费卡，甚至还有珍贵的抗生素。在这个配给制的寒冬，这些东西价值连城。这使不得，这使不得！安子他排名倒数，也没给国家弄来资源，反而拖累了大家，我们怎么有脸拿？阿姨，这就是他应得的。首长说了，鱼在绝境中为国争命，本身就是英雄。国家不会让英雄在前方流血，让家属在后方受冻。那个区域是 S 级禁区，临安能撑过今晚吗？
永东台元的第4天，号称死神收割日。走吧，去下一家。这一夜，靠着高能矿煤，我把雪洞扩大了一圈，久违的睡了个好觉。直到第2天清晨，一串冰冷的数字像冷水一样浇在我头上。早安，开拓者 B31-7865，昨日死亡人数889人，死亡原因 TOP 3，夜间袭击62%。一晚上死了快900人，这就是蛮荒。在这里，我们和蚂蚁没有区别。我看了看手里的物资，肉干剩2/3，矿煤还剩2块。在这个鬼地方，我也就只能在苟延残喘3天。坐以待毙就是死，必须主动出击。就在我准备钻出雪洞的那一刻，那道美妙的、带着律动感的电子音再次在脑海深处炸响。每日情报系统刷新1/1，今日起解锁定向情报权限，请选择情报方向 ：A. 物资 ，B. 环境 ，C. 危机 ，D. 遗迹解读。4个金色的全息选项悬浮在风雪中，散发着致命的诱惑。饥寒交迫的本能疯狂叫嚣着选 A， 但我看着洞外那片仿佛能吞噬一切的白茫茫，手指僵在半空。理智点儿，林安，这里是永东台元，死亡率前3的禁区。如果是死地，系统凭空变不出物资；如果不了解环境，我就像在雷区里蒙眼狂奔。这一刻，我把命压在了概率上。我选 B。视网膜上瞬间炸开一幅淡金色的3D 全息地形图，就被湿红色的弹炮无情击碎。警告：71小时后 ，A 级白灾降临，当前气温30摄氏度，白灾期间将骤降至-10摄氏度。警告：当前庇护所无法抵御，生存概率为0。A 级白灾，这就是选环境的代价吗？提前知道了死期？不对，系统既然给了预警，就一定有生路。我的目光在地图上疯狂搜索，指尖在虚空中划过大片代表死亡的深红区域。突然，在地形图边缘东北方1.5公里处，一抹幽蓝色的光点在红色海洋中微弱闪烁。扫描完毕，目标锁定大型冰封湖泊。分析结果：下方连接地下暗河，生态活跃，最薄冰层坐标411-600，厚度仅20厘米。活水湖，生态活跃，有活水就意味着有鱼。这不仅是避难所，还是长期的食物源。绝望瞬间被狂喜冲散，我迅速将仅剩的半块肉干贴身藏好，背起合金铲，腰挎皮革包，出发！镜头切回地球，这里是人类窥探蛮荒的眼睛，也是大夏国的神经中枢。汇报：兵王赵体路遭遇1阶毒虫，左臂红肿，目前正在啃食树皮，生命体征正常。世家精英李青青缺水已达12小时，生命体征跌至黄色警戒线。局长，国外方面，樱花郭佐佐藤出生点在湿热海岛，画面显示他正在喝刚摘的椰汁。主屏幕画面一转，光头佐藤正躺在沙滩上惬意地享受阳光，强烈的对比让大厅瞬间炸锅。我操！我们的人在啃树皮，他在度假，这运气太离谱了！闭嘴！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继续监测，别让情绪影响判断。就在这死寂的压抑中，角落里一道清冷的女声突兀地响起：报告，监测到异常数据变动，坐标永东台元，开拓者林安，生存时长42小时，刚刚主动开启了第一视角的直播流。怎么可能？切大屏幕。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以为会看到一具僵硬的尸体，或者是蜷缩等死的惨状。但画面亮起的瞬间，震撼了所有人。漫天风雪中，一个瘦腰的身影背着合金铲，身体前倾对抗着狂风。虽然每一步都走得艰难，却异常坚定。他疯了吗？这种天气离开庇护所，这根本就是找死！
他在找生路。苏婉，把算力向林安倾斜。我要知道他是怎么活下来的，哪怕他只能多活1天。这些数据对国家都无比珍贵。眉毛已经结满了白霜，肺部像吸入了刀片一样火辣辣的疼。根据金色箭头的指引，我终于停在了一片看似普通的平整雪地上。饱食度80分120，体温35.6摄氏度。今日结算倒计时17小时。看到直播间已开启的绿色指示灯，我对着空无一人的风雪扯出了一个难看的笑容。我知道他们能听见。爸妈，小小，我是林安。今天的风有点大，但我没事，真的。简单的报完平安，我立刻闭嘴，死锁住体内珍贵的热量。而此时蓝星的直播间里，弹幕已经如雪花般刷屏。哇，这自暴自弃准备给秒了！我看不见那些质疑，也无暇顾及。我缓缓起身，取下背上的合金铲，目光如炬，死死锁定了视网膜上那个微微发亮的坐标点。